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5月2日星期一，欢迎走进一波热点。上海分级别缓慢解封。上海政府目前将其防控级别分为3个等级：风控区、管控区、防范区。5月1日宣布对部分区域实施微弱解封，允许防范区大约1500万人持阴性证明可在区内有限活动，而继续被封控区的居民或可在7天内购物2次。黄埔、静安、徐汇、长宁、虹口、杨浦、宝山、闵行和嘉定这9个区域目前属于封控区，要继续从严从紧对这些区实施全域严格管理、全员检测筛查、全面流调排查、全民清洁消杀等措施。但这些地方的居民被允许每户指定1人，7天2次限时，分批前往超市、药店。目前，奉贤、金山、崇明、青浦、松江和普陀6个区被宣布清零后变成防范区，这些地方的居民可在区内活动，前往超市、药店和医院，区内甚至逐步恢复公共交通、私家车的有限通行。介于9个封控区和6个防范区之间的，应该属于管控区。上海政府对管控区实施人不出小区、错峰取物，每户每天可在严格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分时有序、分区限流在指定区域活动，无接触式收取快递。当然，所有被允许出户的居民都需凭24小时抗体阴性或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以及健康绿码进入相关场所。据上海疫情办主任顾红辉称，上海本土阳性感染者自4月13日达到单日峰值27605例后，总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核酸筛查和抗原检测的阳性率逐步下降。高达94%的美国人担心通货膨胀。根据4月24日至4月28日进行的民意调查，44%的美国人对生活成本上升感到不安，而50%的受访者对此感到担忧，但并不感到沮丧。大约6%的人表示通货膨胀与他们无关。飙升的通货膨胀已经打击了美国人的钱包，并成为中期选举的一个决定性问题。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的供应链中断和劳动力短缺，俄乌冲突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改变了全球原油供应，使美国各地的汽油价格上升至接近创纪录的水平。拜登总统几个月来一直处于令人沮丧的低支持率，在新的华盛顿邮报 ABC 新闻民意调查中获得了42%的支持率，比2月份民意调查的37%有所增加。拜登试图通过每天从国家储备中释放100万桶原油，并提出补贴较小的肉类生产商来遏制价格上涨。然而，只有约28%的美国人赞成拜登处理通货膨胀的措施，而68%的人并不赞成。另有57%的人不赞成他处理经济问题所采用的方式，只有38%的人赞成。相比去年的调查中，拜登获得了52%的支持率。经济上的挫折感支持了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重新夺回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努力。根据新的民意调查，大多数美国人在他们所在地区的主要政党候选人之间分裂，46%的人倾向于民主党人，45%的人倾向于共和党人。美国人更信任共和党人处理经济和通货膨胀比民主党要好。大约36%的人相信民主党人会在经济上做得更好，相比之下，50%的人认为共和党人会做得更好。在通货膨胀方面，与处理经济的分歧基本一致，30%的人相信民主党人能够应对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而50%的人相信共和党人会解决这个问题。巴菲特抵御通胀的妙招。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击败了大盘。巴菲特只是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BRKB 的战略就是做出理性的决策和长期投资。他说，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聪明，
这是因为我们是理智的，巴菲特说，他从来不知道股票或经济在短期内会有什么表现，并补充说，该公司长期买入并持有投资策略的成功是简单的。巴菲特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副董事长芒格都哀叹投机者似乎接管了华尔街。芒格描述了赌场般的氛围，巴菲特称市场为赌博厅。关于通货膨胀正在对美国经济造成损害，从汽油到杂货的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急剧上涨。巴菲特重申了他长期以来的建议，即抵御通货膨胀的最强有力的保护措施之一就是提高你的技能，努力成为你所在领域的佼佼者。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特别专注于某件事。这位91岁的老人表示，无论你拥有什么能力，都不能被剥夺，也不会发生通胀。他说，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投资是开发自己，而且这根本不需要缴税。这与巴菲特在2009年大衰退结束时分享的建议类似。当时，这位78岁的老人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投资自己。中国将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乌克兰外长库莱巴称，乌克兰正在研究从包括中国在内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那里获得安全保障的可能性。库莱巴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称，以前我们把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视为对乌克兰的重要安全标准，但很遗憾，它并未给乌克兰带来真正的安全。库莱巴称，乌克兰目前正在研究从包括中国在内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其他大国那里获得安全保证的可能性。我们建议中国做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国之一，这是我们尊重和信任中国的标志。据他介绍，基辅希望中国为和平解决冲突做出贡献，这也将有助于稳定局势和确保本国居民以及其境内外国人的安全。库莱巴称，在3月份的伊斯坦布尔会晤之后，谈判进程变得更加复杂。当时，乌克兰向俄罗斯提交了提案。据此，基辅表示愿意以中立和无核地位换取安全保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没有要求泽连斯基投降。他还说，我们的目的不是让乌克兰政权更迭，这是美国的拿手好戏。美国在全世界范围搞这个。他指出，我们希望保障乌克兰东部居民的安全，使他们免受军事化和纳粹化的威胁，并且对俄罗斯的威胁不要来自乌克兰。克里姆林宫称行动的目标是将乌克兰去军事化。西方国家随即对俄罗斯实施多项制裁，涉及国债、银行业等多个方面。谢谢各位的观看，一波帮您追踪全球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关注并订阅，下期不见不散哦。